flaps go wide, and then it would turn reddish black. Sound resembled one of word against word. 这是一部审核了8年才上映的纪录片，正是因为影片还原的历史细节太过写实，画面的冲击力太强，拍摄期间还受到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介入調查。導演安德烈沒有辦法，只能反覆對原始素材做裁剪，部分過於血腥的畫面也只能做模糊遮蓋。經過一輪又一輪的修改調整，直到2008年，這部記錄日本731部隊黑暗歷史的作品才通過審核，選擇在美國對外播出。說實話，着手做這期解說內容，對我個人而言，算得上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消耗。把4個多小時完整原片從頭到尾看完，整個過程精神壓力特別大。片子記錄的不是虛構的恐怖故事，全部都是曾經真實發生的往事，一樁樁活體實驗，不斷擊穿普通人對人性的認知底線，把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累累惡行清清楚楚擺到公眾面前，將731黑太陽永久釘在了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之上。故事要從日俄戰爭結束之後說起，距離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只剩下短短1年。日本軍官石井四郎接到裕仁天皇下達的指令，奔赴我國哈爾濱平房地區，在這裡秘密組建了一支特殊部隊。對外，它有一個極具迷惑性的名字，叫做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對外宣傳的說辭十分冠冕堂皇，說是專門為東北當地百姓預防傳染病，同時改良飲用水質的。可光鮮的外殼之下，藏着的卻是一場場慘絕人寰的陰謀。這就是後世人人唾棄的731部隊。他們抓捕大量中國人、朝鮮人，還有戰場上被俘的戰俘，拿活生生的人當作實驗標本，開展各類細菌、化學武器的人體實驗。這裡還要再次強調一句，紀錄片呈現的所有情節全部都不是藝術加工出來的橋段，導演參考了大量2戰解密檔案、當年庭審的卷宗證據，還有幸存受害者們以及親歷者的口述回憶，盡可能復原那段被戰火掩埋的黑暗歲月。影片開篇的鏡頭就落在哈爾濱平房區，記錄下日軍處決一名年輕同胞的畫面，鮮血浸染腳下的土地，而這片土地正是731部隊的大本營。根據留存下來的檔案記載，駐紮在此的日軍工作人員多達3000多人，內部劃分出細菌化學研究小組、人體實驗場地、解剖室，還有專門處理遺骸的焚燒爐。這裡實行2班倒，每班工作12個小時，日復一日把魔爪伸向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即便是實驗過程中已經失去生命的遇難者，他們的遺體也得不到半點尊重。日軍甚至會將屍體風乾，用來觀察人死亡之後身體發生的各類變化，用來填充他們所謂的實驗數據。整部紀錄片前後還原出20餘種不同類型的人體實驗，大量原始畫面太過血腥，根本沒有辦法直接放出來，所以我只能挑選一部分相對能夠過審的內容。在731部隊眾多暴行當中，孕婦實驗是最為駭人聽聞的一項。在日軍的視角當中，一位孕婦的身體裡承載一條甚至更多生命，在他們眼裡這是絕佳的實驗素材。他們把懷孕的女性牢牢固定在特制鐵架之上，在沒有任何麻醉措施的前提下，用鐵鉗粗暴地把腹中胎兒直接取出來。因為孕婦的孕周各不相同，加上操作手段也蠻粗暴，很多時候取出來的都是支離破碎的胎兒。除了鐵鉗，他們還會動用氣壓設備或其他電動器械實施暴行。可即便遭遇這樣的折磨，這部分受害者依舊算不上最痛苦的，因為在731的魔窟裡面，求死無門才是最大的絕望。其中被外界了解較少的還有放射性傷害實驗，日軍會把抓捕來的普通民眾直接放置在輻射源環境當中，實驗人員自身穿戴全套防護裝備，安然無恙地站在一旁觀測。他們的目的就是記錄人體遭受輻射之後能夠存活多久，以及身體會產生怎樣的病變反應。對待懷孕的女性，他們還會刻意控制輻射劑量，不會讓他們短時間內死亡，逼迫他們繼續活下去，直到把孩子生下來。這些在輻射環境下孕育的新生兒，大多存在嚴重的先天畸形。紀錄片甚至還拿出以往的真實嬰兒樣本，做出了1:1的還原。而佔比最高的就是人體耐受極限實驗，想盡一切辦法折磨受害者，記錄人類身體承受痛苦的邊界。紀錄片記錄了這樣一幕：一名年輕女孩被牢牢捆在座椅上，全身無法動彈。隨後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日軍一顆一顆拔掉她的牙齒，旁邊專門配備記錄人員，還要針對每一次拔牙帶來的痛苦做等級評測。如果受害者拔光牙齒之後依舊活着，就會被轉送往下一個實驗項目，繼續遭受折磨。
接着女孩被送進了毒气實驗室，這裡使用的毒氣擁有極強的腐蝕性，一旦接觸人的皮肉，短短數個小時，皮肉就会和骨骼分離。實際上，这種毒气后来還被日軍用在了真實戰場上。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當中，日軍先後11次投放毒氣，數以萬計的我方戰士在劇烈的痛苦之中犧牲，罪魁禍首便是這種誕生於731部隊的毒氣。而講到這裡，紀錄片的播放進度還沒有達到一半，4個多小時的內容完整看完，很容易讓人陷入情緒低落。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頭顱標本制作實驗，日軍將少女斬首之後，醫護人員把頭顱放進沸水當中烹煮，再用刀具清理乾淨頭部的軟組織雜質，一套流程走完，一顆人體實驗標本就被制作完成。針對男性受害者，還有專門為應對盟軍白磷彈研發的灼燒實驗。日軍主觀認為男性耐痛能力更強，就把白磷放置在受害者面部，白磷的燃點极低，太陽光照射就可以自行燃燒。被束縛住的同胞無處躲避，只能活生生感受皮肉被烈火灼燒脫落，在无盡的慘叫當中走向死亡。針對女性，還有中隊長田中提出的昆蟲活體實驗。大量蟑螂、蜈蚣這類毒蟲被強行塞進少女的嘴裡，實驗人員每隔幾分鐘就記錄一次受害者的生理狀態，整個折磨過程最少持續2天，直到受害者徹底斷氣才會停下。我們很難想象被禁锢住的人在這幾十個小時裡面到底承受了怎樣的煎熬。除此之外，炭疽病毒感染實驗、高壓艙人體實驗，每一項都沾滿鮮血。而冷凍實驗是日軍目的性極強的一項實驗，原因沒有別的，只因在日俄戰爭期間，大量日本士兵在俄羅斯嚴寒環境下凍傷，為了研究凍傷之後人體的變化以及如何盡快醫治，所以731部隊將此項目排在了很高的優先級。他們會把活人綁在室外的樹幹上，零下30攝氏度的酷寒之下，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澆灌冷水，期間每隔30分鐘就要記錄下皮膚和肌肉的凍傷變化。等到肢體凍到發黑壞死，又立刻把肢體放進滾燙的開水裡，反復循環操作，直至受害者在無盡痛苦當中死去。僅講到這裡，紀錄片還有過半的內容沒有展開，太多殘酷的細節，我實在沒有辦法繼續複述。解讀做這期視頻，也是我做內容以來最壓抑的一次。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不是片子的鏡頭，而是這一切全部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影片所有素材均來源於2戰結束之後解密的官方檔案，並穿插了大量留存的實拍照片，還有親歷者的口述證詞，不存在半分虛構演繹。日軍侵占我國東北整整14年，無數普通百姓或是死在戰火之中，或是葬送在731部隊的各類實驗室內。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我們一共有3500多萬同胞遇難。很多年輕人總覺得戰爭離我們十分遙遠，以為那些殘忍的故事只存在老照片和書本裡。可這部紀錄片提醒着我們，歷史不是輕飄飄的文字，不能因為時間流逝就讓731部隊犯下的暴行慢慢被淡化、被篡改、被否認。銘記這些沉甸甸的過往，是我們這一代人不能丟掉的責任。